1700多年前，东汉王朝名存实亡，形成了豪强割据、民不聊生的局面。于是，一场分裂与统一的战争——官渡之战，在建安5年发生了。夏侯将军，夏侯将军，主公有令，一律不见。我有紧急军情禀报主公。主公严令，一律不见。我是前军主将。哎呀，贻误了军机，我唯礼是问。你敢违犯？好一个狂妄的许褚！住手！许褚将军，方才有所不知，望将军恕罪。哦，为了防止军心混乱，不得不严守机密。机密又能严守得了几天呢？有何军情？主公玉体欠安，小将未能及时请安伺候。何时紧急？千紧万急，急不过主公患病，急不过早日康复。尚书令到。请。温柔，明公病情如何？坐。荀彧连夜赶来，推荐一人，定能手到病除。谁？华佗，字元化，人称神医。好啊，那赶快派人去请。末将愿去，儿愿去。不，此人非同寻常，非我亲自去请不可。温柔，你一走，这后方的军政大事，明公请宽心保重。请来华佗，是当今的头等大事啊。有思难忘。
太守，胃痛有多少时候了1月多了。可曾请医师用药？曾请医师针刺胃部。哦，要仰仗华神医喽。夫人，封1万钱为谢。是。生死自有天命，请先生明讲。哎，华佗治病，手到病除。那就快请华神用药吧。不过有一件事，请讲。我有急用，需要10万钱。普儿，急速设法，筹足10万。什么神医，简直是无赖，敲诈勒索。阿爷，华神医的药方。为官不仁，自作自受。10万钱收下，逍遥去也。快派人去追，不取回华佗人头，休来见我。阿爷，阿爷，快！是。追！驾，驾！公子，现在不能下手。等他们分手后再追。荀尚书华先生有请公子。此地非说话之处，医馆离此不远。小弟略备水酒，开怀畅饮，尽情叙旧。来了。小侄吴普叩见尚书令。请起。公子为何匆匆赶来呀？为索取10万钱吧。再加华佗头颅一具啊！是吗？小侄有一事请教。请讲。常言道，人命关天，岂能儿戏？可你，公子诧异，华佗治病为本，哪有儿戏之事呢？方才定要10万钱，还留书谩骂，那是为了刺激令尊呐。哼，家父病情严重，用好话安慰都来不及，为何反刺激他呢？公子有所不知，令尊脉息沉悬，舌经黑紫，这是一是针刺胃部，误中血管，造成了淤血。只有在狂怒之下，淤血才能吐出。实在不能领教。家父若有3长2短，我……公子不得无礼。公子，夫人来了。普儿不得无礼，阿母，谢华神医救命大恩。请起。普儿，快谢过华神医。怎么？你父亲吐血过后，嚷着要进食，全好了。哦，1万钱我收下了，其余的都在府上封存着呢。若有冒犯之处，改日登门谢罪。告辞了。多谢。多谢。
真是神医呀！袁绍全军倾巢而出，以5倍的兵力在官渡与我决战。如果不能制止他的攻势，文若，两军对峙，先退兵者必败呀。是啊。哦，请。哦，退下。是。可是我军却不得不退兵啊！哦，在这生死存亡关键时刻，曹公头痛发作。文若的意思我已知道了，此事难以从命。为何？随军粮役不少，尚且束手无策，可见这病不轻啊。治疗上若有差错，愚兄吃罪不起。你另请高明吧。哎，原话，此去你见机行事，能医则医，不能医，知难而退，何罪之有啊？曹公若一病不起，必为袁绍所败呀。如此，则天下的形势又将是以往的局面，统一无望，战乱不止。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。曹公雄才大略，去战乱安天下，除了他还有谁呢？可称为乱世之英雄啊！原话呀，为了朝廷，为了黎民，也为了你我知心朋友，就劳你军前一走吧。文若，你好。请坐。谢曹公。大将军贵样如何？数日前发病，如今反而厉害了。恕我冒昧。啊，请。大将军头上虽无伤痕，但受过重击。讨伐吕布那年，受雷木撞击，从此劳神过度，就要发作。正是。这是头风症。我将下针于膈中，有何感觉？大将军请讲。凶恶之处啊，怎么能下如此重？就是啊，真是哎呀！琉璃野草，你们在议论什么？我等愚昧，有一事还要求教。请讲。兄哥乃是一家净区，历代名医下症不过寸把，请问先生，你为何用此重针？李草，华先生的诊脉甚为高明，小人佩服佩服。但讲，但紧挨着心肺下针，即便是扁鹊在世，也不敢听闻呢。二位只知其一，胸膈之所以成为禁区，是唯恐伤了心肺，但心之下、膈之上还有膏肓，如果取穴准确，则进针膈腧，上引头部，有何不可呢？
历代一家尊重古人，但也不拘泥于古人。大将军的伤痛结于脑门深处，如不下此重针，又怎能见效呢？若有不测，看我举火为号，立即拿下血雨和华佗。是。而意味，请华先生下针。有何感觉？好酸胀啊！拿剑来。是。文若所见不虚，华先生真是神医。皮儿，快带我拜谢华先生。是。谢先生，公子请起，请起。二位请起。禀大将军，前无敌情，传令加速前进。传令加速，传令加速，加速。加速，快！建安5年秋，曹操亲自率领亲兵夜袭乌巢，致使袁绍全军崩溃，大获全胜。人生。
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杂，何枝可依？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重儿，这是小儿曹冲，字苍叔，聪明过人。因为我卧病不起，特到军前探问。重儿，快带我向华先生敬酒。好，愿大将军长寿，诸军安康。满也。祝大将军长寿，方才我为你祝酒，以为荣耀吗？不，那何以为荣呢？愿大将军早日扫平四海，治理天下的政事，华佗能坐享太平，医治天下的疾病，各得其所。我这病能断根吗？难以根治。我苦于此病啊！想奏请天子，刘先生在军营任职啊。不，战乱连连，百姓缺医少药，华佗不能脱离民间，望大将军谅解。虽然人各有志，但我头风常作，华佗定将随招随到。何况经此一针，大将军年内可保不发。此事日后再议吧。若无他事，我想明日启程回乡。何事这样着急啊？因有一件心事未了。哦，我能为你效劳吗？麻药啊，区区小事啊，休息几天再走吧。请，请。过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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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年了！恭喜恭喜，万事顺心！恭喜恭喜！长命百岁！哇！来，追哦！看你还会拿手，看你还会拿手，追！汪！哎呦！看看，这俩孩子。哎呀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来给你看看，伤在何处？哦，无妨，无妨。啊！弟弟还有酒席准备好了啊！好久没尝到夫人亲手做的鲤鱼，真有点馋了。快端出来吧。吃鲤鱼去喽！吃鲤鱼去喽！哎，走，吃鲤鱼。文若除夕赶来哦，特来报信。曹公已决意委任你为太医令，军前调用的职务啊。官都宴上，我不是和他有言在先吗？啊，曹公在用人上向来是随心所欲的。难道能夺人之志吗？这事全怪小弟了。哎，治病救人是医师的本分，怎能怪你呢？但逼我去做官，却是太强人所难了。曹公为人英明豁达，但也刚愎多疑。官都宴上，对你不愿意留在军营，颇有猜疑呀。医
依荀尚书之高见，走为上策，趁过年的机会全家难逃，否则不出正月初10，曹公的手谕就要下达了。那么中策呢？暂时答应下来，日后再说。下策嘛，何为下策？曹公一再声言，事不为王者所用，可杀。我们已经漂泊半辈子了。看来只有中策可行。建安7年，曹操兵临腋下，于涪水畔再次大破援军，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。先生，我实在熬不住。怨不得你，只愿马要效用不强。华一令，那些重伤的士兵，华一令，走。众军设宴庆功，请。华佗无心赴宴。哎，两军征战，不死则伤，何必如此悲痛啊？仁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为华一令更衣，备马。是。备马。仁爱虽是人之常性，但有君子之仁爱与妇人之仁爱的区别。如此说来，大将军就是君子之仁爱喽？当仁不让。华佗的志向在于治病救人。战争固然死人，但死于战乱的百姓就更多了。你我本是同乡，去年我扫墓回乔县，不见一个熟人，人口如此减少，难道不是战乱所造成的吗？只有早日消除战乱，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。这正是君子之仁爱啊！传令，将援军尸体投入涪水。是。大将军有令，把所有援军尸体投入涪水。是。这边，在你眼里，我曹某可是残暴不仁。看，这样既可让叶郡的父老收尸安葬，成全其尸骨还乡，又可以瓦解守城军心，促其早日投降，减少伤亡，一举两得，不也是君子之仁爱吗？麻药固然可以使伤病者得救，但终究是妇人之仁爱。华一令，请登船渡河。华神医，华神医。
华神医，你华神医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6年前你救过我的命啊！秦琪。哦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们是逃荒到这儿来的。你小孙子呢？哎，一言难尽啊！闲杂人等闪开！走吧，快走吧。元化，你可是深得人心呐！岂敢岂敢，小恩小惠，君子所不为也。元化虽有未尽之言，我洗耳恭听。我在想，三皇五帝至今3000多年了，是战乱居多还是太平居多呢？当然是太平居多。如此，则死于战乱的多，还是死于疾病的多呢？神农亲尝百草，皇帝编撰《内经》，是妇人之仁爱吗？华佗遵循古人的训导，治病救人，倘能制成麻药，事关子孙万代，这也是妇人之仁爱吗？君子之仁爱，志向可嘉。可惜，生不逢时啊。只因你我生于战乱时期，不得不顺从时势，因而还得委屈你，常在左右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啊！半月后，曹操攻占邺城，华佗也随军常驻邺下。华老爷，华老爷，麻药采到了。说的容易啊。华老爷，你不去看看？看啥？大将军下了1000斤重赏，要人称出大象有多重。那么多的文武官员都没了主意，倒让个小孩得了赏。谁？大将军的4公子曹冲。阿爷，方才为这称象之事，让全营将士前来祝贺，孩儿实在担当不起。我儿聪明绝顶，受人赞赏，理所当然呢。华爷，你看，阿爷，我到华先生那去玩耍一会儿。啊，去吧。告辞了。我曹氏后继有人呐。华先生，你采的什么药？家乡名药白芍。哦，去年我随阿爷回乡扫墓，见过。华先生，你教我行医下针好吗？你年纪还小，日后再说吧。啊，胡闹！不敢胡闹。华先生，学会了可以为阿爷治头疼，还用得着你去吧？是，我去了。耳闻不如目睹，令弟果然十分聪明人孝。谢先生夸奖。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他患有隐病，结在腹腔内，日后必然发作，剧痛身亡。哦，何以见得？我方才切脉观色，发现阴阳不调，这病确是无疑。阿爷对四弟非常宠爱，华先生无妨。我这儿有个药方，煎服几帖，可保无事。哦，谢先生。不用谢。常必同病房。做小妾的就活该倒霉。哎，你是外感风寒嘛？啊，就是华佗来，也是相同的药方啊。外感就不是病了，上回秦夫人外感就是神医看的。是华佗一时不在嘛？偏偏我生病就不在了，我不信。哎呀，闹得我头疼脑胀的。谢谢华神医。不用谢。
先生，请用茶。华神医，我儿子老咳嗽，还吐血呢。这是费勇。啊，华先生，我们一家6口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全靠俺哥一个人。是啊。无妨无妨，此药煎服3剂，2个月后便可骑马送信。谢华神医。不用谢。且慢。把这也收下。不，这给。不。常言道，治得了病，治不了恶呀。这病如不调养，光是服药也无济于事啊。给。不，华神医，你白给治病抓药，已经是。不必在意，这是药方的一味啊。来，收下吧啊！谢华神医。来人，找回华衣令。是。阿爷输了。哟，这是个假也。华衣令到。阿姨，我告退了。华先生，公子，大将军，满城找你去哪儿了？给人治病。坐。好。为何去了这么久？病人紧急万分，所以耽搁了。是你亲故？非亲非故。府内王姬有病，你不顾，反倒给外人治病啊？王姬是外感风寒，刘一草的药方事先我已看过，良铁可愈。而西乡病人，普天之下危急病人多的是，你都能救吗？华佗不能见死不救。你是我将军府内的医令，职务所限。医师的职责是治病救人，怎能以府为界而分内外呢？一旦我有疾病，找你不着，岂不贻误了天下？我绝非计较小事，但因小见大。来人，送华衣令。送华衣令。华佗成天的东奔西跑，我却是放心不下。有人读书成了书呆，华佗行医也成了医呆。他成天东奔西跑，纯粹是治病采药，父亲尽可放心。还是要对他的行动加以约束啊！你看如何？儿以为，大胆说吧。是。儿听得外面在议论，议论什么？诽谤父亲英明，但又好疑虑，爱才。英明有多疑啊，爱才有忌才，什么？阿爷大可不必为一个耿直欲呆、不问政事的华佗，再去遭人诽谤议论。那不是诽谤，而是见识浅薄。你年过20，有些事理也该要你知道。当年我举兵讨伐董卓，原为整顿朝廷，以拯救天下。不料汉家气数已尽，我即便不想取代汉室，但已骑虎难下。而今上有天子皇室，下有雍汉文武，北有乌桓2袁，南有刘备孙权，他们都在虎视眈眈，我稍有不慎，便有杀身灭族之大祸。我遇人处事，怎么能不移3分，防半寸呢？正因为华佗耿直愚呆，不问政事，便容易受人左右。倘若他针尖一偏，便强死10万敌军，
对这样心腹要害之人，我怎么能不加以约束呢？父亲今日所教，儿当刻骨铭心。华先生好。你好。先生何往？出门治病。大将军有令，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为外人治病。啊！奶奶，华医生一会儿就来了啊！不能啊，不能啊！华先生，你别吵，就来了。你看，这华医生来了。下官吃罪不起呀。这是大将军最心爱的好马，服药以后人不见好转。我又不是兽医，怎么能治马呢？大将军并非指令先生治马，只是命我求教。求教？哼，玩弄辞令而已。眼看着民间众多垂危病人不准治疗，说是职务所限，现在却让我来治马，哼，难道这也是职务所限吗？先生委屈，在下是知道的。但此马关系到我身家性命，求先生救救我吧！起来，请起来。治马关系我一世名声啊，先生。好吧，指望足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。好。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哥哥快走走。1、2、3，咦，怎么少了一个叮当叮当的梨呀？哥，你也咬口，真甜。哼，这是给阿母治病吃的。菲儿，怎么惹妹妹哭了？阿母，哥哥他抢我。他刚才偷吃个叮当叮当的梨。阿母，你醒了，快吃梨吧，吃了梨病就会好的。好，小麦吃挺大的，不哭了。哼，偷嘴的小馋猫。哼，等阿爷回来告诉阿爷，阿爷什么时候回来跟阿母治病啊？啊，已经托人送信去了。阿爷就要回来了。妾于君，婚姻起源于医道，恩爱结合于医道。姑娘，尚无完善的麻药，你还需忍耐。一会儿便好。姑娘的毅力，男子所不及呀。华佗行医求学，四海为家，只怕贵千金日后吃苦受累，婚姻之事难以从命。哎，
来人，客厅备酒。啊。妾经此一病，深深懂得医者是圣贤，毅然追随夫君，相依为命。而今天各一方，难道夫君已忘却凡城麻药之夙愿？现妾已发现线索，望速归。来人，备马！华老爷，尚书令来访。他到邺城来了，快请。哼，不得为外人看病，这全然是一副枷锁，套得我动弹不了。元华，你的麻药未成，任重而道远啊，万不可图一时之痛快，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拿剑来。哦，好，上树了！冲儿，这里。看他的刀啊！再不射太好了。冲儿，快射，快射！怎么了？阿爷，母鹿已经死了，儿不忍心再杀他儿子。白发白中，主公是否御体欠安？不，为仓叔公子。此儿聪明机智，但太仁慈，恐怕日后难以统治部下。哦，末将有一言启禀。讲，打天下在马上，可守天下，讲下去。主公英明决断，必有天下。嗯，仓叔公子聪明仁孝，守业有余。
必有天下。守业有余，大胆！末将岂敢？此话何人所教？末将千思万想，出自犬马的忠心，望主公明察。说得好，守业有余。说得好，此剑赏赐给你。我一生的功业和希望都寄托在仓叔的身上，永记此言，但不得和任何人说起。遵命。看来大将军是选中仓叔公子了。富贵在天，生死由命。哼！我不信，就处处都比不过仓叔。你，哎呀，弄不好你我都会掉脑袋的。立长子不立幼子，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小人一片犬马之心，公子明察。请。华佗为什么不愿意把家眷接来？哦，他也有难处啊。目前他的妻子有病了。啊，那就准他2个月假，请。他还要趁此机会采集麻药，2个月太少了。啊！真是江山好改，本性难移呀，又要去东跑西颠了。采来麻药，也能为我军将士治伤啊。如今时局混乱，荀彧敢为华佗担保。那么你说准他多久呢？半年。半年？半年为期限，不得延误。谢曹公。好，留步留步。走，一路上多加小心。诸位不必远送了。华老爷，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钱老爷被捆去问罪了。为什么？说是冒功领赏。哎呀，曹公赏罚分明，尤其恨人冒功啊！那是死罪，怎么办？啊？嘿，此事应由华佗承担。钱琼冒功请赏是他的罪，他曾将赏钱如数给我。钱琼，华一令拒不肯受。那赏钱呢？小人花了。拖下去。大将军，大将军饶命啊！且慢，钱琼实在是无辜。华一令，你去度假探亲吧。望大将军宽恕，不然怎样？华佗，请与钱琼共死。念华一令求情，赦钱琼一死，从轻发落。今后小心供职，去吧。谢大将军，谢大将军大人。华一令，今后你也需小心供职，不得有误啊。小馋猫，这是给阿爷做的啊。
驾！驾！早年有个伙计在山上误吃了一种紫红色的草果，昏睡了好几天。哦，阿母，我也跟你去采药吗？不是说好了在这儿跟老爷爷一起玩的吗？我不嘛。就让他一块去吧。好。哦，去采药喽！来，这边走。好，请。阿母给你背上。你可听话啊！好，就在山里边。多谢了。走了。哦，上山喽！哎，菲儿，别乱跑，山上有大老虎。阿母吼人。这孩子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白勺。菲儿真聪明。好孩子。哎呦！哎，当心！云清，你看，草果。小心点儿！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找到了，总算找到了，给。是真的吗？啊，接着，还有。给。哎，菲儿呢？菲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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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贝楼。菲儿，菲儿，菲儿，怎么了？孩子，菲儿，菲儿，菲儿，你听见没有？菲儿，阿木在叫你，你听见没有？误吃草果，中毒了。菲儿。
马药就命名为吗啡散吧。孩子，阿爷阿母带你回家去。我们回家去，回家去。为了纪念肺啊，麻药就命名为吗啡散。吗啡散，吗啡散，吗啡散。将，据查，华佗夫妇由江东采药已经归家了，每日为病人剖腹割治，车水马龙，门庭若市。哼，我百般劝他全当耳边风。好心准嫁，他却迟迟不归，一心讨好小民，置我偷风于不顾。阿爷纵然以礼相待，华佗也难以为王者所用啊。好比匹烈马，能负重，但也能伤人，不如……不，善于骑马的好骑烈马，那把驯马只能供妇女使用。善于用人的必用华佗，而阿谀奉承、唯唯诺诺的庸才，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明白吗？嗯，传此见官。阿爷，嗯，是。那边，阿母，疼死我了！华神医，快救救孩子吧！不要紧张，救救孩子吧。忍着点。立服吗啡散。别哭，别哭啊！就有办法。贝儿，乖，快喝吧。请安先后。华神医，我有疾病，足下似乎面熟啊。不曾见过。什么病？腹疼。从哪儿来？光临。足下无病求医，来意究竟为何？先生不愧为神医，实说了吧，下官是奉大将军之命。大将军令，派员检视华佗妻子，如果真是有病，赐小豆40货；若有虚诈，罚俸禄1年。限本月初6卯时军前报到，不得有误。来人！是。哎呀，快点过来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给孩子治病。哎，3、5天内，孩子自会醒来。半月后，便能恢复健康。感谢华神医救命大恩。不必，不必了。啊，
华神医，别着急，我看看。闪开！军令如山，耽误了报道日期，下官吃罪不起。来，请华一令立即登车。快！夫君，为什么？夫人，留步。夫君，云清，好人呐！夫君，你不能走。云清，照顾好孩子。快走！云清，云清，云清，夫君。督军校尉，末将在。前军开拔。是。前军开拔。前军开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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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军开拔。末将有事禀报。讲。中军侍卫官胡林醉酒未到，请于发落。带上来。带上来。主公，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！斩首！啊！公子，公子，饶命！饶命啊！胡林平日勤勉，念其初犯。10万之众，若人人触犯一遭，我将如何作战？退下！华一令到。于兴，为何晚到？他为何不提醒他？再三提醒，可华一令一见到病人就忘了个干干净净。为何不强制他？起初我强制来的，可是以后途中你就不忍心了？是小人死罪。则于兴军棍50。谢主公大恩。你知罪吗？华佗无罪。军法过期当斩，不知道吗？华佗是个医士，不懂军法。你自幼熟读经史，这司马之法岂能不知？人命关天，怎能舍之不顾呢？再说，身为医士，有权为任何人治病。胡说！御驾不归，伪造情由，罪之一；路途徘徊，延时误期，罪之2；巧口利舌，闻过是非，罪之3。来人！主公息怒，胡林恃宠骄傲，醉酒误期，理当斩首；而华佗因救人心切，情有可原。华佗心直口快，不知高低轻重，望主公宽恕。请大将军宽恕，请大将军宽恕。还记得你我仁爱之争吗？治军如治疮，小疮不治必成大患。胡林误时已然斩首，你呢？侍中，军令如山。那年出征途中，一支斑鸠惊了我的坐骑，一只马踏青苗。为了严肃军纪，我也得割发代首，以谢三军。既然如此，那华佗就为病家受过，愿效法大将军，也请割发代首，以谢三军。大胆，竟敢恶言讥讽！斩首示众。斩！刀下留人，等一等。荀尚书，当初担保的是你，
如今陈情的也是你，你说该怎么处置呢？麻沸散和破格树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如果因此而失传，将是千秋万代的遗憾。望明公三思。不必过虑，此等鼠辈小人，天下多的是。太医令华佗是军前调用的朝廷官员，如果不经过廷尉衙门的审理，便自行处决，恐怕要引起朝野上下的议论呐。你前面带路。是。孩子不怕，一会儿就见到阿爷了啊。你看，阿爷，啊，小妹，阿爷，来，跟我来。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好，小心。下回来，再多带点竹简笔墨来。我要赶紧将麻沸散与破格树修成医书，以免……夫君，如今生死全在他曹公一句话，还是婉言谢罪为好。你就听我一次劝吧。要我像曹蒙德摇尾乞怜，俯首帖耳吗？不，办不到。别人不了解我，难道你也不了解我吗？蝼蚁尚且贪生，我怎能比蝼蚁不如呢？但士可杀，不可辱也。是我连累了你。阿姨，阿姨，听说华佗获罪，关在廷尉大狱了。荀尚书来求过情了啊，在你凯旋回来以前，和我谈了。他放着那么多军国大事，为这操心。华佗一道高明，为人忠厚。他骄横狂妄，目中无人，谈何忠厚啊？阿爷，
你不是说过居安要思危，我们都会有患病之时，是吗？是啊。再说，他又是荀尚书的好友，就饶恕他这一回吧。而进来读书，知道圣人主张是立法要严，执法要宽。这是守业之谈。来，创业之主必须统帅三军，驰骋沙场，令必行，禁必止，赏必信，罚必明。我若是对他宽容过度，定然导致军纪败坏，这是灭亡之路啊！阿爷说的是啊。哎，如果华佗认错改过呢？这倒可以考虑啊。但必须等许都大狱报上来，方可断定。念他多年辛劳，先派个人去，好言相劝吧。儿去劝他。四弟年幼，还是我去吧。如果华佗还不认错，完全咎由自取，也可以平息朝野的议论。也好。切记，他必须伏法认错，你不准依法徇私。是。走吧。麻沸散诚千古之良药也。昔日病若结其腹内，真药所不能及者，便为不治之症。而今因麻沸散剖割处置，迎刃而解。为救治天下生灵，当公诸于世，不得私而密之。华先生，华先生，华先生，大将军由腋下派人来探问你了。哦，是尚书令荀公？不，也是个重要人物。快去吧。哎，华先生，等等，带上镣铐。华先生，镣铐带上。大将军和夫人命我来问你。卞夫人要你认罪改错。认罪？华佗本是自由行医，被强迫为用，罪不在我。大将军待你不薄呀。似乎很优厚，但实际上如同囚奴。难道要封你为侯吗？无需。华佗看待荣华如粪土，怎么看待性命呢？好，你就等着吧。来人，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是。华佗，教不循。这是许都城报的庭审记录，证据确凿。据报，廷尉门前也有不少父老为华佗求免呢。顾虑到民心于下情，不如宽赦为好啊。我再三容忍，又派子桓去探监，一者尽代贤之礼，二者也是看你份上。但他却一意孤行，屡教不改。曹公，你的头风经常发作，为了这，也该赦免他。我不能以个人之私枉法，你也不应循朋友之私强求。曹公，你所要劝的不是我，而是华佗。曹公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华佗实在是不能杀，请子桓劝解大将军。
好吧。将门关上。是。请吧。坐。我刚回许都，就听说天子即将宣召你进宫，为扶皇后治病。诏书几时下达？廷尉正将此事向曹公禀报。如此，曹孟德对我就无可奈何了。元华，这进宫的诏书千万接不得呀。为何？曹公与天子的隔阂很深，尤其与福后几乎是势不两立。你若不接诏书，曹公便会赦免于你；反之，将力遭杀身之祸呀。哎，朝廷之政，我无意过问。华佗救人为本，这诏书我接定了。母子情。阿姨，廷尉来报，皇上即将宣召华佗进宫，为福后治病，请示定夺。华佗本人仪态如何？经巡尚书与廷尉们相继劝阻，华佗坚决要奉诏进宫。可惜呀，终于投向汉室了。时至今日，华佗纵有千才万能，对我已无可所用。而唯一可为王者所用的，便是脑袋。它可以使千万人颤栗守法。我何乐而不用呢？儿谨受教。天子已经签发华佗的出境文书。啊？此话果真？儿不敢掺半点虚假。不能让华佗进宫，更不能让他逃脱。传我令，命许褚星夜奔赴许都，监斩华佗汇报。是。重儿，四重儿，你怎么了？四弟，不碍事，儿突然感到一阵头晕。啊，你快去办你的事。是。重儿，不碍事吧？闪开！马来人，天子果真赦免了。3天以后，只等进宫为父后治完了病，我就用马车去接元化，然后远走高飞。过所已经准备好了，一路会通行无阻。3日之内便可抵达襄阳。等到曹公知道你们已经早出边界，鞭长莫及了。阿母，尚书辛苦了。请嫂夫人安心等待吧，我告辞了。哦，此事千万不要透露出去啊。好，保重吧。恕不远送。孩子，阿爷得救了。阿爷就要回来了，阿爷就要回来了。
双儿，双儿，你怎么了？疼死我了！冲儿，冲儿，不碍事。有法治吗？华佗用袍哥术救治过不少人。混账！我是问你等有何之法？来人，追回许褚，赦免华佗，护送回来。是。回来。10万火急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等香点完了，阿爷就回来了。好，我让香点得很快很快。傻孩子。阿母跟我一块追，跟我一块追嘛。好。冲儿。冲儿，哎，怎么还不来？华佗接回来了吗？子桓，我就问你呢。尚无音信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入狱以来，总算告成了一件大事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先生修书辛苦，小人略表寸心啊。那人云清探监来了，小人巡回守法，绝无此事。这是我命令御厨做的，何必瞒我？尚有余温，可见他离去不足半个时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人云清作此，断葱根根寸长，皮脆而肉嫩，色艳而味美，天下无双啊！来，你也尝尝。为庆贺我即将出狱，满饮。尊夫人携酒探监，确被先生说中，但即将出狱，绝无此事。你饮了此酒，再说与你听。来。每逢大庆大喜，那人必定做着黄河鲤鱼，可见不出数日，我便告辞足下出狱啦。大人，许褚将军连夜赶到。何事？许褚将军夜到。我华佗不过是个医士，何须如临大敌？让许褚亲自出马。
曹孟德，你也太抬举我了。孩子，天亮了。先生，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这部医书是华佗一生的心血，望转教我妻子儿女，若能流传后世，可谓千秋万代，造福。大将军立法严，执法更严。不，在下不敢受转。华佗一生治病救人，如今被落得个问斩的下场，难道这部医书也要被问斩吗？按法，死囚的书信一律上交焚毁，不得私自传递呀。与其让曹孟德去毁，不如自己烧掉。为纪念费儿，为纪念费儿，麻药就命名为麻沸散吧。麻沸散，麻沸散，麻沸散。这部书不仅用心血写成，而且是用生命写成，恳请足下担待，转交我妻儿。华佗于九泉之下，也不忘大恩大德。来，好吧，在下拼他身家性命为先生转交。不能啊！书就是传出去也保不住，倒反而给大将军找到个借口，加害你家妻子儿女。先生的医书整个的都烧了，单留着一卷又有何用？曹孟德，难道这就是你的君子之仁爱吗？君子之仁爱。先生，有什么话要交代的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曹孟德必将自食其果。先生，有什么话要向妻儿交代吗？竹帛烟灰稀，怒火横。如意长恨兮，斥曹营。伤心儿女兮，断头叶；不负天下兮，付云清。
看他们，该到。华夫人，华夫人，华夫人，您要多保重。母亲。儿不能，此后父了。华神医2年前曾说过，虫儿要剧痛身亡。怎么讲？快说！还给了个药方。药方呢？快拿来呀！不知交给谁了。哎，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也是刚听侍卫官的寡妇说起。子桓，在，你知道吗？儿不知。儿确实不知。快去追查！阿爷，别去查了。为什么？是儿自己把它烧了。啊，儿啊，你是为什么？你是为什么？儿不信，又不愿吃药，便烧了。来人，快去请华佗！孙权、刘备未灭，阿爷保重。冲儿，冲儿，冲儿！我的好兄弟呀！华佗，你在哪儿啊？快救救我的冲儿吧！冲儿，冲儿，大将军。冲儿，大将军，我的冲儿啊！大将军，华佗，你在哪儿啊？华佗，华佗，你在哪儿啊？大将军，华佗不是已经……我会杀华佗，令子儿强死也。我会杀华佗。